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警告！警告！化妆间发生了失窃案。刚刚一个钱包遗失了，我们得到了3条非常重要的线索。3位刑侦高手来助阵，模拟画像。这不是黑的吗？这怎么画？还是有条件去画。他戴着帽子是吧？痕迹侦查。这些车辆啊，有点反常哦，明显看到后跟没到，大脚缺小些了。所以具体的这身高至少要到。审讯专家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到厂子来的？你们要抓的人肯定不是我。我抓什么人？你觉得你会无缘无故坐在这里吗？先端正你的态度好吧？啊，把手放下去。更要教你如何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现在已经叫做传统诈骗网络化，网络犯罪常态化，网络犯罪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犯罪。就是之前经历过，有人说把我绑架了，啊，然后那时候他说那边还有人哭。有没有那种警方已经出警去劝阻了，但是受害人还是坚持相信诈骗分子了？他就是我们冲过去的时候，他就冲到楼顶去了。他说：“你们不让我就跳下去。”哇！很多小学生也有被骗的，咱们的知识分子也很多被骗的。20岁到30岁年轻女性骗感情，到底爱不爱我？对，就是这个。今晚10点，天天向上，带你上一节别开生面的安全课。我们天天向上，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来日方长，一起玩，不离不弃大声唱。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2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山坡。我出生在中国，属于黄色皮肤那种人。我成长在中国5000年历史，炎黄子孙，历史悠久的中国，聚龙般的8大历长城，自强不息的中国，那不屈不挠的中国魂。这个一切对我而言是爱，带着我的热情迎接未来。东方雄狮崛起就是现在，我会全力以赴，绝不懈怠。从小练习中国字，我写着1、2、3、4，我喜欢自由自在，悠然自得，找点乐子。背那唐诗宋词，我拿个本子写的歌词，或许跟你不在一个层次。在那蜿蜒河流的尽头，古老黄河养育着神州。在那蜿蜒河流的尽头，东方明珠照耀着神州。中国，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无论是在天南还是地北，你永远在我心里。中国，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无论是在天南还是地北，无论千言和万语。祝福你，你永远在我心里。中国，祝福你，不用千言和万语。让我们掌声有请天天向上节目主持人汪涵。欢迎大家来到由元气森林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节安全课。我们天天安全课为大家请来了几位国内顶尖级的刑侦专家，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刑侦的知识。但是在请出他们之前，我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们模拟了一起盗窃案。一个钱包遗失了，现在呢无法确认究竟谁
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呢，我们得到了3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线索1，监控视频有线索啊。线索2，嫌疑人的范围。线索3呢是现场的痕迹啊。第一个疑点，在这个时代居然有人用钱包，哇，好棒！好，根据我们获得的这3条线索，让我们掌声有请行政领域的3位行政技术专家来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撑。掌声有请3位专家。哦，好有压迫感啊！是。一支画笔，还原真相。我叫林宇辉，来自山东，现在是画像专家。只要你到现场，就会有痕迹。我是殷成刚，现场勘验特长专家。现场勘验特长专家，这一地的脚印，厉害哦！大家好。你看了紧张吗？你也有紧张的时候。是的，确实有点紧张。讲假话必留下破绽。我叫刘亚山，我是审讯专家。欢迎，欢迎。几位专家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这个工作领域都是顶尖级的人物了。那么今天呢，大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几位专家的帮助，来找到失窃案的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在开始观察我们了，是吗？他已经在看我了。你这跑不了了，你们这几个。哎，跑不了了，你也说你呢。真是。我们首先来问一下这个林警官啊，我们知道林警官参与到很多这个大案要案的侦破，尤其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震动海内外留学生的张莹莹案。对。2017年6月9号，张莹莹在赴租房处签合同途中，上了一辆黑色汽车后失踪。北大的那个留学生啊。哦。张莹莹这个案件，当时交给我的这个资料就3段视频。他不是画车，是要画车里边的犯罪嫌疑人。你看，嚯，这不黑的吗？黑窗户。对，这能看到啊。这个画人，这怎么画？哇！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啊，当时压力很大。压力大的原因呢，一个是这第一次接触美国的案件，我研究的是亚洲人的面孔。对。二一个他呢是超级模糊。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啊，找了一些咱们这个视频的专家进行反复的研究，找人究竟在哪里？从200多帧里边找到这1帧，看了吗？有一个侧面的黑影。哇，这也看不清啊，这只能知道是个人啊。也就是这一张截图，帮助了我把这个嫌疑人克里森森画出来。就这样画出来啊？啥也看不清啊，这怎么画呀？所以这个画像当时在画的过程当中，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你要分析出这是哪个国家的人，他的年龄特征。所以这个画像呢，就是经过3天反复的观察，那一段时间我的眼睛都血丝啊，布满了血丝。当时我的家人也很心疼了，他说弄不了就不弄了，我说一定要弄。张莹莹是我们北大的这个学生啊，一个女孩子，这么优秀的孩子没有了，你说要发生在咱自己孩子身上，哇，所以我想一定要，必须要弄，一定要弄。17年6月的25号的晚上，基本上这个嫌疑人的这个形象逐渐的就在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就是一个40多岁，基本上是一个长脸型，高鼻梁、抠眼，而且还带着胡须。老师，还是您帮我们解释，这太疑惑了。您这个脸，您哪儿看他有胡子的？这里面我还分析了美国年轻人留胡须的人占多少比例，你得看他的比例。我一看，好，他比例占60%、70%，我这么给他画上的胡子，看不见胡子的。
就是说当时您并没有问到任何人给您形容过他的任何特征，就是这一张，没有。那个眼睛、鼻子那一部分，对，特别像，那个眼睛特别像，眉骨最像。对，那个是用电脑呢，还是用手呢？还是我这是手画？它是这样，这个模拟画像是一个古老的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但是现在来看呢，画的人越来越少，都不愿意去做这项工作。但是我想呢，如果要做一个合格的模拟画像专家，还是尽量要用手画。手画它表达的这个更加的真实，它带有思想性，它画出来的人更加鲜活。对，这个美国警方后期对这个画像的评价哈，他没想到这么一个低质的像素是这个人他怎么画出来的？他说了一句比较糙的话，就是太像了，就是他这么说的，太狠了，这太狠了。他还说能不能要求这位警官来我们美国给我们警方交流一下，切磋一下。太狠。所以我2019年9月份参加了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我是作为专家参加的。我们习总书记还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这个案子的经验在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做了经验典型案例介绍分析。我们听林警官讲了这么多啊，分享了这么多案件，我们也特别请您来帮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刚刚模拟了一个失窃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获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一段非常模糊的视频监控。那您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模糊的视频监控，给我们的犯罪嫌疑人呢？有一个正面画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素材，大家也都看一下啊。嚯，密室逃脱是不是？他戴着帽子是吧？就这么一段就这么一段视频。对，这段视频呢看呢效果不是很好，这是一个室内，对，应该是个晚上。开着灯是吧？我认为这个还是有条件去画。好，那由于画像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接下来有请林警官呢在台侧来完成绘制，我们期待一下神奇的出现。好，这个一下就画出来了。警官帮我画帅一点啊。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殷警官。各位老师好，王老师好。殷警官好。我们知道殷警官是我们湖南省公安首批专家型人才，并且被聘为现场勘查的特长专家，还被公安部授牌成立了殷成刚枪弹检验工作室。这个应该我们年轻的朋友应该会比较有兴趣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现场痕迹勘查？痕迹就是我们常规说的初步留痕。假如这是一个现场的话，通过我们现场勘查，他嫌疑人进来整个活动过程中，留下来的手印、脚印，夏天啊这种汗一般啦、头发呀、等等等等，所有跟犯罪行为有关的都是痕迹。戴手套、戴帽子、戴脚套根本没有任何用，对不对？只会说增加一些难度，但是说不能说你没有，你只要到了现场，你就会留下痕迹。只要你在这呼吸过，我能闻见你的味儿，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个太厉害了。殷警官呢特别擅长的是勘察各种作案工具留下的痕迹，比如说犯罪分子在开锁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工具，撬门的时候是用什么撬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这里有比较多的生活的比较多的工具，你像这就是砍切类的，斧头啊、刀啊，这是锯的、凿的刺切的，各种工具都有。犯罪分子作案的过程中，每一种工具接触它的痕迹形态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好，我们接下来是这样的啊，来一个测试。我们请殷警官呢戴上眼罩，然后推到台侧。我们兄弟团的成员呢自行选用工具，在这个木棍上面留下痕迹，然后由殷警官来判断哪一个痕迹是哪一个工具留下来的。一个工具这个就厉害了。知道是哪个人的手，对啊，好。好，来吧，每个人选一个。
好。好，来，尹警官，请您摘下眼罩。这个呢，都是他们刻意的啊。如果是单个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去做的话，他不可能那么刻意。哎，刘警官也忍不住要来了啦，他有瘾了，这个我也看一下，看一下了，一出现场就哎，刘老师刚才在那边不是看见了吧？我肯定不会说，我就看一眼。好，来吧，有几个痕迹？那现在在木条上面有6种痕迹，4种是砍切类的，2种刺切类的。这个这个三角刮刀刺切的形成一个痕迹。他先把有可能用的都拿出来，然后再来判断哪一个分别是哪一个。这个就是这种撞花撞的一个印痕。这里是1次还是2次啊？这里是1次还是2次啊？这里就是用这个凿子，这个应该是用这个铲子这个边。对，这3个不是。等于是这上面的痕迹是这6个留下的，一个没错吧？行，全对，全对。老师，我们再较个劲啊，就是我们砍了2下，您能告诉我哪个是哪个砍的吗？就这一段。这个是虎头砍切的，这个是这个铡刀砍的边缘形态。厉害厉害厉害！虎头砍切的，铡刀砍的。哇，太厉害了！这6个完全找出来了，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了，真的。警官，您有哪一些主要靠痕迹勘查破获的？您认为很棒的一些案件，发挥特别好的？我破这些经典的案件中，有一些案件我印象特别深刻。13年1月份，在我们一个边缘的农村的集镇，一个银行提着投证箱，里面35万块钱去上班，有一个人走在他后面，抢夺了他投证箱，飞快的逃走，开车走了。当时群众报警是个黑色的轿车，牌照插了光碟，老百姓也看不到车牌，包括车型啊什么品牌他也不认识，线索特别少。就勘察现场，就只发现这车开过来，开过去，车轮胎印痕。我们把这个轮胎印痕不但拍照，还把它画下来了。画完，根据行走的轨迹就可以判断，它2条前轮胎是新的，后轮胎是2个旧胎。品牌和花纹是一样，所以我们就想找到什么品牌的轮胎。运气比较好，在一个小区里面找到了佳通的，包括型号195的轮胎，所以我们紧抓这个特点不放，我们就在周围排摸去找，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就找到一台车，黑色的，4条都是佳通的轮胎，前面是2条新胎，后面2条旧胎。我们一下就心中很高兴了，这就很少了吧？因为之前报案说插光碟嘛，我们把牌子一揭开，灰尘擦划的一个圆弧印痕，那不是光碟擦过的痕迹吗？当时就说这个肯定就是作案车，把情况反馈专案组，一抓案就破了，一审就出来了。有时候就要穷尽这些很细微的痕迹，穷尽一下，柳暗花明又一村。厉害！那个罪犯就把车停门口了。对啊，他想到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嗨，你看这个破案这还是很带劲儿啊，层层叠进啊。我们知道呢，痕迹勘查当中呢，判断足迹是非常重要和普遍的一项侦查技术啊。我们现在给您准备了又一个小测验啊，来看看您对能否通过足迹来判断出对应的人啊。我们不一定能够推测出具体是谁啊，但是可以
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范围。好了，我们接下来是这样的，我们请这个殷警官继续戴上那个眼罩。哦，又考验，又考验，殷警官早就不来了，你看。对，考砸了，真的考砸了，办事一样的这个。太厉害了，主要是。我们就背过身去吧，我们也来猜一下吧。你们俩换下去，你们俩换下去。搞鱼贴了就说一声啊，我就来抓你们。你就大步走，用力，走，用力，全脚满，用力。哦，用力啊，不是上面奔了啊。好了吗？好了，来，我们转过身去，我们有请殷警官把眼罩摘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就单脚蹦的是这意思吗？对，应该明显是单脚蹦的。我们做一些测量啊。哦，这脚这是42的，是你的是不是？好，不是我们猜的，不是吧？这么明显吗？啊，大老师要误导我啊？没有误导你，我说这是42，他说没有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做出这种反应？这个有点反常哦。反常啊，有点反常。你明显看到后跟没到，前面也没到，压力只在这个地方，证明这个鞋比较大。包括这个也是啊，你看2个都是后跟没到。你是觉得他这个受力点有点奇怪，是不是？对啊。这个有可能是女孩子穿了一双这个鞋子。这也有可能是男生把脚缩起来吧？那不会。对，你看看边上都不充盈，对，这两边都不充盈，着力点大概就30几码，就是个中间这个，就是这个脚掌的这个宽度，是不是？按照我们来讲，这就叫虚帽，是个虚的，它前面是没有，但是一个虚的东西，整个鞋是一个比较大，按照正常逻辑应该说是男孩子的鞋，所以这个我们大概判断一下，应该是一个手穿的，要不就是个女孩的，女孩的啊。按照这个测量的话，一个24长度，按照我们24乘以一个6.875，65到68之间，等于是这个差不多是一个65到68的一个女性，对，比较瘦，比较单瘦。好，那我们请留下这个脚印的上来印证一下，是女孩子吧？首先是，你看，哦，很高啊，你多高，姑娘？1.68米，你刚才穿的是男生的鞋，就这双鞋。是的。你看，很明显，前面根本留不下印子，厉害。谢谢。好，谢谢。好，这个呢？这个它整个的力的分布在后面，前面比较少，但是后面明显很重，不平衡，应该重力受在这里，但是它没受得到。你看对比就看得出来，这个外围很充盈，很充实，压得很实。那这个就虚，典型的就塞不进去，挤进去的这种，就像大人穿个小人的鞋，这个小孩子鞋啊，就走不起来的力。专业术语叫大脚圈小鞋了。大脚圈小鞋。啊，对，我看2个都体现出来的，尤其是后跟这鞋有38码，38一般是1.68米，它还要比它高几公分。所以具体的这身高至少要到1.75米往上了。你看，男孩子吧，穿了一双小鞋吧，你看他果然没有提上去，塞不进去。哦，你多高？1.8米。完全正确，完全正确，这个太厉害了，跑不了。只要你们敢作案，你们碰到殷警官，你们就跑不了了。厉害，这个分析的，这真的一点一点的分析，各个方向的都有可能。对，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他们痕迹检验啊，要拍照，然后比大小什么什么的。就如果是真实犯罪现场啊，包括这几个鞋印啊，给时间给他们，然后在实验室有更多的仪器，一样的能够找出来。之前那个画人那个就是他们也画，对不对？对呀。哦，我这照片画下了。哇，好，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刘警官。刘警官说，刚才检查出来的所有东西对他的审讯都有很大的帮助。对，因为我们审讯干的活就是让犯罪嫌疑人交代真实的犯罪事实，就把碎片化的之前取得一些证据，就那根线
就把这些针具一点一点串起来，形成一个针具项链，你才可以作为一个定罪的依据。如果单单只是一点点这个痕迹物证，你是不能定他的罪的。这就是我们审讯干的活。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扫黑风暴》？看过。里面第25集、27集呈现出来的审讯，当时拍摄的时候呢，就是刘警官当时在指导。对。你像那个剧里面的高明远的那个原型，其实就是我们长沙的那个文烈恒黑社会案子。对。他最开始呢也是态度很恶劣，里面站着我有钱、有势、有靠山，小弟也很真诚，不会出卖我。所以我什么不讲，我看你怎么说。你是否认识一个叫林汉的刑警？这我不认识。马帅与林汉的关系，你知道吗？我说了不认识吗？你们还是找我的律师谈吧，我无可奉告。其实他在乎的就是钱，对，在乎的就是地位，因为他是从社会最底层爬到这个享受生活的这个状态，他每天过着帝王般的生活。但是我跟他解释就是讲，财聚、人聚、财散、人散。对，你现在抓了，对，你的钱，你认为还保得住吗？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看电视剧都有一些误导啊，就是说那个审判的人的时候都有什么开场白嘛？开场白啊，我都知道了，梆一拍桌子，灯照他眼睛，那种。那不是，不能这样哈。其实这个审人啊，关键是要走心，走心啊。对，走心里面就包含了更新、攻心。更新就是说，每个人，不论你再强，你肯定有你的软肋。对。除了这种攻心，还有别的什么技巧吗？在审讯的时候，那就是强大的证据压力。对，就是说你拿出来那东西，啪，我就已经知道了，对吧？这个证据啊，不能一开始啪，在这里你还不讲啊？你说你就掌握了这么一点点，对，节奏。好，那你有这点你就定吧，定不了，你凭一点你是定不了的。这个证据的使用一定要掌握时机。你像我之前搞过一个。那个母子遇害，就是说，大年30的晚上，这个母亲和这个小儿子只有5、6岁，家里面同时被杀了。我们前期经过了很多工作，就确定这个犯罪嫌疑人抓了，锁定以后抓了以后进审讯室，我就进去以后什么也不说，很泰然自若的拿这个现场勘查图里面有彩色照片，走到面前，就一扔，就是这一扔，撒开那个照片，对，就是一撒开。桌子一拍，盯着，指了一下。作为一个普通人，长期杀人那不可能了，是吧？对。但是偶尔，可能这一辈子也就是一次，是吧？搞得这一回。他就是这样看，躲就躲，围着这个图片的周围转，就是不敢盯这个图片。一盯这个图片，他赶紧这样，就是不敢看。然后我就再问了一句：“你是想保命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对得起你的家属，你的家人还必须在这个村里继续做人。你死了，你不能让你整个家庭的人都死了，你不如简简单单的讲清楚，给你家人一个交代，给死者一个交代，你也解脱了。讲了大概10分钟不到，然后就到地上一跪，就说：“我讲。”10分钟，撂了。有没有碰到过那种？就是老跟您杠那种，就死活就不承认，还老逗你。这个对着你干的，这人的精力、精神和体力都是有限的，他对着你干肯定消耗体力。然后呢，我让你讲，对着干，让你激动，这个人言多必失。对，你在激动的时候，突然一下，这个人就是我杀的，怎么样？讲完以后后悔了。就这样的。在18年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对象，提审的时候他就一个动作，打坐。就是手，反正就是闭着眼，嘴巴里面念念有词，第5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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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第5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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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个了。如果是讲话还好说，讲话说明他内心很空虚、很害怕，他才会讲这种的好说，就是那种，反正就是不说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呀？我在修行。我也是修行的人啊！同道真人。你修的是什么行啊？我修的是内心。
你这修行的境界有多少层，你知道吗？不知道，说明你这个修行还不行，够深，对不对？对，我跟你讲讲，最高境界就是大隐隐于市。哦，你跟我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大隐隐于市的人，我们都是带法在尘世间修行，修的什么呀？修的自己的真心和诚心。既然我们都是修的相同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可以好好的沟通交流。至于其他，先撇开不说，先讲讲修行。对，修行的人是不讲假话的。摸着你的良心，问一下你自己，你到底是真修还是假修？如果是假修，你就别跟我谈修行。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就是审讯你，眼睛一睁开，讲了一句话，他说：“刘队长，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会再讲一句假话。”呵，打开了。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开庭的时候，整个开庭里面有10几个人，有7、8个翻供了，但是他一直没有翻供，然后还劝别人说：“我们要讲真话，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天哪！开完庭以后，他要他律师跟我讲，就转过头来讲：“刘队长，我修的是真心，我是真的修行。”我就对着他搞了个 OK， 对。我接触了很多这个公安的一些朋友，他们说其实审讯员啊，知识体系要非常非常丰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爱好，他是哪里的人，他是不是有口音，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听什么，就是说他诸多的软肋也好，爱好也好都要掌握，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能跟他聊。审讯员如果只要能够跟他聊就好办。对。其实我们这个审讯啊，其实我也总结了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见人就讲人话，对，见鬼我要讲鬼话，我要走入你的内心，所以要走心啊。对。我们看到啊，今天刘警官是没有穿警服，是不是就是平时啊，像刑警工作的时候，就是便衣会多一点？对，我不能穿个警服去家，一看警察来了就跑了吗？对，是吧？所以便衣卧底。对，便衣卧底。其实你要知道啊，这些刑警啊，他不像拍戏，他没有 NG 的，就这一条。对，发现了你有可能你就被犯罪嫌疑人给摁住了。对，而且去那种地儿都是极其那个非常危险的地儿。你要知道，你是要抓他的，你抓了他，他有可能就要坐牢的，他肯定是负隅反抗，想尽一切办法。你看我们以前做那个缉毒警察的时候，对，那多恐怖啊，带着手榴弹那些犯罪嫌疑人，所以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松懈。对，这次抓了就抓了，没抓他就跑了，那后面你要再抓，那花出多大的力气？对，那对不着，麻烦。对，太辛苦了。你看，我们听了刘队长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啊，刚好也有一个任务啊，要请你帮忙。我们刚才模拟了一个这个盗窃案的这个现场，锁定了4个犯罪嫌疑人，我们需要您呢通过审讯帮我们判断出究竟谁才可能是这个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我们首先给他们一次发言澄清自己的机会啊。绝对不是我。为什么不是你？不知道也不说，说了就惨了。这个钱包其实我肯定现在要偷，肯定不会偷钱包。结巴就是你，对，不会偷钱包的。肯定不是我队长，因为我就不是那样的人。对，你已经犯别的事儿了都，刚才已经啊。对，刘队长，真的不是我。强装镇静。好了，您可以把他们带到审讯室，最后告诉我们谁是真正的犯案人。一般带人有讲究的，要他们走前面，我走后面。为什么？我走前面，后面的位置我不知道啊，对，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啊。对，他如果袭击我怎么办？逃跑怎么办？我走你后面，你想怎么办？走，你跑不了，对，还是把他包围了。对，接下来我们这个刘队要带走兄弟团逐一审讯。叫什么名字？袁若航。多大了？23岁。什么时候到长沙来的？应该是5天前吧。
你在长沙干什么啊？我来工作。你是要租房还是包吃包住呢？自己租房。自己租房。租房多少钱？租房差不多，我租了一个那个单间，差不多得1500吧，差不多。哎呀，这调子挺高了。你知道这里是哪里不？哪里啊？啊？哪里？你不知道啊？我知道。知道是哪里吧？不是，我们大概要多少时间嘛？我下午一会儿还得走。既然来了，我告诉你，这是公安局。根据刑诉法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全放你12个小时。这公安局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我的名字字还打错了。你怎么知道是你名字呢？不是我的。啊，你怎么知道是你名字呢？公安局来了，首先不管你有没有事，先端正你的态度好吗？啊，把手放下去，把衣服拿上，放你腿上。我也是单身的，我们可以干长沙话，好吧？反正跟真的不是我偷的。但是我跟你讲呢，小伙子，这子其实很简单一个路，又不是么子大了，是吧？我放到腿高头可以噻。哎，可以，就是讲我们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情聊一下。我们今天是依法把你传唤到这里来，就是讲清楚一些事实，是的就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呢，何必调子高呢？没必要调子高，你看是吧？你们台里面前天晚上那个发现间里面那个钱包被偷了，这个事你刚刚也看了，你也知道了是吧？那你讲讲你前天晚上在干什么呢？前天晚上在台里啊。你知道被盗的这是哪个发现间？你知道吧？我不知道，还有很多化妆间都长得一样。很多化妆间啊？那你在哪一个化妆间呢？我是在2楼的某一个化妆间。有没有摄像头呢？有吧，应该每个化妆间都有吧。很紧张吗？还好。啊？还好，不是我。什么不是你？你们要抓的人肯定不是我。你什么时候到长沙来的？昨天。有什么可以证明是你是昨天来的？机票。坐飞机来的？对。到长沙干什么呀？在长沙玩的。那看样子家庭情况比较好了，坐飞机到长沙来玩。啊？不是我，昨天才来的。对。小伙子长得挺帅的。没有的。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知道。哪里？公安局。公安局啊。你觉得你会无缘无故坐在这里吗？我觉得不会。哦。刑侦队是这样的，他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不要紧张，是吧？手都出汗了，哥。有什么事情讲清楚就好说。知道这是什么吧？实质吗？啊，这里面是装案卷材料，案卷材料就是跟犯罪有关的一些证据材料。我会无缘无故展示给你看吗？不会。你还年轻，还有大好的前途，一点小事别耽误了。这个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你的态度方面。你自己好好想想，觉得有什么东西要跟我讲吗？现在讲，我算你立根坦白，你觉得呢？我觉得你们也没有什么证据啊。哦，我说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能你没进去的时候你没注意吧，摄像头照得清清楚楚。
那既然照得清清楚楚，你不直接抓我，为什么要把我叫过来？所以就在这里跟你谈话了，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原因。钱不多，大了搞可以判刑，关键在于态度。好好想想吧。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吧？刚才下去的时候，一个个趾高气扬的吧？真是的。谁让你们坐下了？站着！站着比我高，怎么回事？气势上就不能怂。是，老师说了是不是？见面不能怂啊！对。大张伟和王一博，你们来判断一下，有可能会是谁？我认为是他。吴泽林，一博呢？我也这么认为。好，有请吴泽林到小笼子里。接下来，我们有请刘队长公布经过您审讯之后，您判断的犯罪嫌疑人是谁？前天晚上在台里啊，我来工作，我觉得你们也没有什么证据啊。站在里面的就是犯罪嫌疑人。接下来我们有请林警官根据刚才看到的视频，我们拿出犯罪嫌疑人的画像。画的是一模一样。我的天哪，太像了这个嫌疑人呢，在作案的时候呢，他伪装了一下，戴着帽子，但是有几个他在扭脸的时候，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颧骨比较高一些。颧骨高也不是说很高，比一般人略高。这个人下巴比较偏瘦，由于他的偏瘦，所以颧骨显得比较高一点。像这种画像就可以提供给警方在侦查办案当中使用，所以嫌疑人就在这儿。就是他，对不对？这里，我们跟分析一下吧。刚才刘警官是怎么把你逮着的？我感觉，真的，一旦被抓到一个点，哪怕是一个微表情以后，你真的就跑不掉了，你躲不掉。就是他把那个案卷啊放在我面前，我就眼睛稍微往那边瞟了一下子，就被他抓住了。还有我那个裤子，就是手上出汗了，也被刘警官看到了，就真的跑不掉。所以说，刘警官，你们还要就是有这种微表情啊什么的学习。对，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古话讲，做贼心虚。对啊，那么的话呢，把你抓住了，他肯定会紧张，那么他的身体内分泌会调节，这神经会调节，会出汗的。反映这里面的就是手心出汗。手心出汗，他就会不由自主去搓啊，对，把汗擦一下嘛。这个人觉得脸肤不舒服嘛，要擦一下。其实审讯啊，这过程中30%的是语言的审讯，70%的是无声的审讯，那就是微表情、肢体语言、情绪。对，情绪。谢谢3位警官，学了这么多刑侦知识呢，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变得特别的聪明了？但是呢，犯罪形式总是在不断的变化，随着网络信息科技的不断的发展呢，目前的传统犯罪形式呢，已经出现了向网络犯罪这样转移的一个趋势。今天我们天天安全课呢，也请来了4位反电信诈骗的杰出警察代表来给大家上课，我们掌声有请。欢迎！全民反诈，你我同行。我是湖南省反诈中心民警李海啸。网恋有风险，伤心又伤钱。我是反诈中心民警王思雨。兼职是刷单，一定有欺骗。我是反诈中心民警刘金淼。反诈听我说，莫要听谗言。我是来自长沙浏阳市公安局的民警朱艳萍。大家好。都带小下联的，哇，好棒啊！在介绍几位警官之前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就在刚刚你们开录之前，是不是都接到过一通电话呀？是的，是的。接到的都是什么电话呀？
我是告诉我前2天买的一本书，然后说这本书付款有点问题，说要加我微信给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我是收到了一通电话，说我的前2天这个核酸检测失效了。啊？哦，这个容易被骗的。对，其实这是我们这位来自长沙浏阳的反诈民警朱艳萍扮演的诈骗分子给你们打的诈骗电话。哦，是您啊！专门来测试你们有没有反诈意识。那么各位警官觉得他们的处理方式怎么样？其实像这样的类型啊，就是咱们是增加一个巧合性，了解他们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所以这2位的话确实容易上当一些，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倡导说一定要配合咱们的这个防疫嘛。喂，你好。喂，你好。哎，请问一下是袁若航吗？啊，是，怎么了？哦，是这样的，你是这2天在我们新沙这边是做了核酸检测吧？哦，是前2天。你的这个核酸检测显示是无效的呀，必须要在3小时之内重新测试，否则你就要负法律责任。啊？真的假的？喂，你好。请问一下是吴泽林吗？怎么了？哎，你好，我们这边是新沙的社区工作人员。是我的原因吗？还是？对，我核对一下你的信息，看是不是搞错了。对，你报一下你的身份证号。14010736625。我这边还会发一个这个短信给你，然后你可以看一下那些信息对不对，然后还要补充一些信息。好，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出核酸检测有问题。核酸检测有问题。哦。我没有接到消息。给我打电话了呀。没接到消息。你问一下。我问一下哈。因为我在想，他说核酸无效是我的问题吗？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操作有问题。对，估计是。那就是重新测一次呗。那一会儿再重新测一次就行了。哎呀。像这2位的话呢，其实有一点值得大家学习。我们想对您进行一下退款，这个书没货了，可以吗？哪本书啊？我买了2本。哦，你买的2本书都没有货。都没货？对。是吧？我就买了1本，不好意思。好的。就是他们会反问对方几个小问题，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便于核实。来印证一下。除了这次电话，你们以前还有接到过相应的或者类似的这种电话吗？有，肯定是经历过。我妈就之前经历过，有人说把我绑架了。啊！然后那说那边还有人哭。我妈说那辛苦您了，然后没，不是替我好好教育他。真的是我妈那个急了，说因为她一说我被绑架了，然后一般妈妈吧一听这边有人哭，她就感觉真的是自个儿孩子在哭，然后就一直在问，然后我爸那边就劝她说不要那个着急，我妈就在屋里开始嚷嚷，就说孩子被绑架了，然后类似这样的。后来那个查了查，她冷静下来就没事了。当时真要打钱啊！我知道一个江湖骗术，就是比较老套的那种，就叫猜猜我是谁。喂，老陈啊，是我。哎，谁啊？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我也接过这个电话，对。这时候只要你随便说出一个名字，他都说是对，说喂，韩哥啊，对，就是我呀，然后就开始说一些就借钱啊这种套近乎。哦，这一种，我们来问一下4位民警，为什么反电诈突然间成了一个焦点的话题？这一下。随着这个我们讲网络化呀、信息化呀这种科技化的这种发展，电诈犯罪它已经成了一个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种一个新的一种犯罪形式，现在变成主流了。以前这种还叫做新型违法犯罪嘛，现在已经叫做传统诈骗，这个网络化、网络犯罪常态化。原来的传统盗窃，你想象的还是从屋里面去盗窃，现在都是网络盗窃，偷你的虚拟币啊、游戏账号啊，包括贩毒啊，原来是这种人跟人之间交易，现在都是网络贩毒啊、贩枪等等，现在都进入了网络，所以网络犯罪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流犯罪，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铺天盖地的这个宣传。随着我们的宣传，老百姓对于这方面的关注度也在警觉性也在提高，不断的提高，对不对？然后只要我们不断的曝光诈骗分子的手法，老百姓知道以后，我知道了，这有可能是一种网络诈骗，所以我就会内心就会开始防范，从而避免自己上当受骗的情况发生。电信诈骗不光针对钱财造成一个损失，往往它还伴随着杀猪盘。杀猪盘是什么东西？
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杀猪盘的由来是诈骗团伙他们自己把这个诈骗的手段称之为杀猪盘，就好比养猪一样，它是放长线，先养猪。再诈骗，就是培养感情，对不对？对对。然后甚至就是那种你劝他，他还说我必须得找那个人。是的，是的。说你怎么这样对我？你要怎么着那种？对对。这时候我就说个案例嘛，就有一名女性受害人，她通过微信结识了一名男性嘛。那个男性他的人设是第一个人帅，第二个就是金融巨鳄，第三个每天对他嘘寒问暖又十分顾家，是吧？我难，哎呦喂！第四个还要带他一起走向共同富裕。哇！然后我们最后面他听着嫌疑人的话，把毕生的积蓄投了进去，就一去不复返了。然后最后面我们把嫌疑人抓到以后，这个当事人他表示挽不挽回损失都不重要，他很关心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到底爱不爱我？对，他就想问，他就是这个。哎，警察，我能不能见一见这个嫌疑人？你到底爱没爱过我？哎呦喂！杀人诛心，真的是诛了心了，这是啊。其实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实际上我们组织办了一个这个公安部挂牌督办的一起案件。当时我们是在全个省范围之内，当时组织抓了将近300多人，打了几十个团伙。这些钱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讲的这种犯罪团伙在这个过程中转移资金的一种这么一个行为。公安部根据我们这个专案发起了断卡行动，打击这个两卡、银行卡和电话卡的这么一个行动，打响了这个全国断卡行动的第一枪。断卡行动应该说它比较特殊，它是唯一一个不设期限的一个行动，就说要长期的这样做下去。主要是针对于这种黑灰产，因为所有电信诈骗案件只要发生，它无外乎必须要满足2个条件，一个是要有支付方式，也就是我们说的银行卡。第二个就是要有这种通讯的手段，比如说你的手机卡，或者说你的微信号、QQ 号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想从源头开始把它给断绝掉。那么就从源头开始，我们就要对它的这个2卡，也就是银行卡和手机卡进行严格的管控。现在有很多老百姓因为不懂法，不知道危害，就把它出租、出借、出售借给别人。那么犯罪嫌疑人就把这些买过来的手机卡、银行卡进行诈骗。对，前阵子就有南昌的4位大学生被刑事拘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向犯罪分子出借了自己的银行卡，就是我借你的银行卡过一下流水，我过多少我按5%来结算给你。还是为了占便宜，洗钱，洗钱。他还出城。当时他们就知道这钱可能不干净啊，但是他也不问，他就觉得反正这样来钱快就借呗，又无所谓，我也没操作，我也没干嘛的，就借给别人了。但是这样子其实已经构成了帮信罪，已经是同伙了。对，没错。不光光只是电话卡和银行卡，同时只要具有结算功能的网络账户，所有具有付款功能的账户，出租、出借、出售都会被打击。刚才一说这个，我才突然间明白，因为我刚才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样人才会受骗，因为我老觉得我们应该不可能会受骗哈。对。在我们的工作中，其实也发现了诈骗分子他会以他们的手段进行一个简单的筛选。根据我们的一个统计，在我们的受害人群中，20岁到30岁年轻女性骗感情没有，他们最被容易是刷单兼职类诈骗，因为他们网购的多嘛。然后年轻女性的话，有很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是想找兼职，是不是？然后他们就容易受这类型电信诈骗。很多小学生也有被骗的。小学生被骗？因为暑假嘛，然后玩各种游戏，他要购买各种的网络账号跟皮肤。那么嫌疑人他就会上面发广告，说你只需要1折、2折就可以购买某某某某某什么经典皮肤。他就会来加了以后呢，嫌疑人就会跟他说你多大了，他就会说我多大了，可能才小学。那不行，这必须成年人才能买，你最好把你妈妈的手机或你爸爸的手机拿过来买就可以购买了，而且很便宜。对，跟我一块编歌那哥们儿，我们差不多下午编那歌没编一半，他已经被他儿子那个损失好几千了。是的，而且我为什么说他性质很恶劣呢？就是你用他这个妈妈的爸爸手机以后，他会要他扫一个2维码，扫了以后他就会上面显示您的支付宝或者微信账号已受什么控制。嫌疑人就会威胁小朋友，他就会说你现在已经违法了，你必须要马上给我打保证金，我给你解开，不然的话你的母亲也会受到连带的法律责任啊！你不要告诉你母亲，也不要告诉你父亲。太坏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以后，他的父母可能某一次支付的时候发现，少了几万块钱，然后他再问孩子，实际上是父母帮孩子打电话报警，孩子在旁边
啊哭哭啼啼的讲，我们实际上心里也很难受，因为心理阴影。对，心理阴影嘛，对，像这种，所以这种诈骗实际上非常恶劣的。不仅仅是小学生，就算是咱们的知识分子、高知分子，也很多被骗的。通常他们被骗的手段都是冒充公检法。高知分子的概念里面，对咱们公检法还是公信力比较强，所以他接到说，哎，你这个包裹好像涉嫌贩毒，必须要配合一下我们调查。啊，他说那可以啊，我肯定没贩毒啊。好，然后他说那行，那你现在把你所有的这个资产什么之类的，我们都要进行清查，看你有没有这个贩毒的资金流动啊等等之类的啊，一五一十把自己的资产全交出来了，一骗就骗大额，非常大额。刚刚警官说了，就是有一些年龄段是比较容易被受骗的，那有没有哪一些人是比较不容易被受骗的呢？这个可能还真没有什么不容易受骗的。从20岁到39岁的诈骗受害人群体占了70%。嚯啊，20岁到39。对我们长沙的大概是69%啊，那么全国也应该差不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的诈骗比率大概是1.3%到1.5%之间。也就是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诈骗，在100个人里面可能不超过2个人。所以其实老年人被骗的几率并不高，真的。它这个原因可能就2个，一个我可能不会用这些东西。对，确实是的。现在所有的诈骗，电信网络诈骗，你要转钱，还稍微有一点复杂，你要有一点东西能够转账的出口。是啊。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他确实要比年轻人更容易学习。年轻人他想的，反正不会骗到我，莫名的自信。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老年人呢，他有可能更加警觉，他容易把那个诈骗分子弄烦，他也听不太清楚。这个我不会啊，这怎么弄啊？算了，你这个成本太高了，我不用放弃了，是吧？是这样的，他太费劲啊。那么现在啊，这个诈骗分子这么狡猾，我们公安机关现在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手段可以去对付他呢？我们是从接警这个环节开始，就会有专门的接电诈警情的一个部门，叫接警室。我们为的就是跟犯罪嫌疑人抢时间。受害人把钱打给了嫌疑人账号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对这个嫌疑人账号进行止付，让他这个账号的钱只进不出啊，相当于冻结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冻结手续。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来挽回老百姓的损失。我们止付完了以后，只要发现了这个诈骗嫌疑号码，我们就把它给关停拦截啊，诈骗的网址我们就把它给封堵啊，诈骗的短信我们就把它给拦截，同时还会进行预警劝阻。比如说刚才燕平正在跟4位小兄弟打电话，假如打的时间长一点，或者是你点击了一些链接，我们就会通过技术手段发现你可能正在接收这个诈骗电话，我们就会用全国统一的一个预警电话叫做96110进行预警劝阻。我们长沙应该很多人接到过，我们现在一年的预警电话量差不多都是30万到50万的这个预警量，而且你登录了这个诈骗嫌疑网址，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提醒，尽最大的努力来减少这个发案。我也想问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警方已经就是出警去劝阻了，但是受害人还是坚持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的？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他就是我们冲过去的时候，他就冲到楼顶去了。他说：“你不让我转钱，我就跳下去。”哇！他说：“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发财的机会，你们要是阻拦我，我就往下跳。”对，然后我们的民警也吓到了啊！你说怎么办？我让你转钱还是让你跳呢？这没法选啊！后来我们紧急的把他救下来之后，还是给他疏通串导。已经穿警服了，他还这样？对，没错。而且这样的例子并不少，全国特别多，钻钱眼里了啊！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网络上不是看到很多那种刷单嘛，或者是招兼职啊这种，很多大学生和年轻人都容易受骗。我就想问一下，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辨别这个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吗？刷单就是诈骗。就是假的。因为刷单它本身就是一种不诚信的经营行为，它是违法行为的。但我们平常点外卖的时候，他也会送一个那个小贴纸在上面，让你去好评，给你返现，各种很多。就有时候不给人好评，也属于不对似的。那好评是对的，是不是？那个还好，只要是让你投入资金的，对，让你就别做，然后赚钱的也不要，对不对？更不要了，对不对？给钱不要，要钱不给。对啊，给钱不要。如果说碰到这样的情况，就自己被诈骗了，你自己意识到了，是不是首先第一想到的就是要报警？对，所以说，咱们真的是遇到诈骗的时候，第一时间干嘛？一定是拨打110。遇到任何情况啊，你觉得自己被骗了，或者是骗了几十块钱、几百块钱，报警。对，
既是帮助自己，也是帮助别人。没错。哦，还是打110，相信警察。这里我想还补充一下啊，您说海啸，这个所有人不管是谁，我们讲一旦不慎被骗，一定要保留好自己这个我们讲手机啊或者电脑这个电子设备里面的这个有关信息哦。我们应该可以这么理解，你没保留的任何一条信息，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公安机关破案的这个重要的线索。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目标啊，就是希望能够使湖南省的这个诈骗案件的诈骗工具，只要在长沙出现一次，就不会再诈骗第二个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反诈中心啊，推出了一个国家反诈 APP， 这个 APP 的功能就非常强大。你除了下载以后，你还要开通权限。对，你要打开那个预警权限。对。然后开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后台，然后发现你比如说你接收诈骗电话，就会第一时间给你打一个提示，你对吧？上面就会显示这个是啊。它还会扫描你的手机，然后防止你手机里面安装了一些诈骗 APP。这还有这个哦，那赶紧下一个啊！赶紧把这个二维码啊打到我们对，我们要开权限啊，同学们。对，请这个电视机前啊，所有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啊，扫一下我们这个电视机啊，二维码，把这个装上。要记得实名认证和打开预警功能。国家反诈 APP 它是一个辅助工具，不是万能的。你不要以为下载了一个国家反诈的 APP， 你就永远的安全了，那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还要不停的学习，还要不停的了解啊。哎，航哥，这个点一定要跟大家说啊，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96110是不能改号的，对不对？对。你只要接到那上面写的是96110，那就是96110在给你打。对。所以不存在说有诈骗分子，我说我改了个号码改成96110，没有，这个号码是不能够被改号的。所以说，如果真的接到96110的话，一定要接。哎96110啊，一定要接啊，而不要怀疑啊。我们今天要感谢各位警官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反诈的信息啊。我觉得反诈行动呢，不仅仅是事后的打击，还需要事前的防范。那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提高所有的居民的反诈意识啊！我们的向善小分队呢也去了我们长沙市公安局的刑事侦查支队反诈中心，化身为这个代班的劝阻员，参与了反诈预警和劝阻工作。一定要去看看年轻的小朋友们是如何表现的。好嘞。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喂，你好，这里是长沙市反诈。喂，你好，这里是长沙市反诈中心。长沙市反诈中心，干什么了？您之前是不是接到一个这个诈骗电话呀？你不要挡我的财路好不好？我们要滚蛋！我们是，哎，先生，您好。不知道他有没有被骗啊？这个哪个派出所？就是需要上门的是吧？你们马上去，好吧？你好，有人吗？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出发，兄弟们！有点紧张啊。公安局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从小到大就是公正严肃的地方，就是每次路过公安局这个门口吧，哇，就觉得哇，他们好帅很酷。然后今天真的要去到反诈中心，很激动，但是也有点紧张，因为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怕给他们添麻烦，因为他们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紧张。喂，是不是到了？到了，兄弟们！哎，警官。哎 ，Hello， 你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长沙市反诈中心，它是抵御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个铜墙铁壁。长沙市反诈中心集资源整合、情报研判、侦查指挥为一体，负责全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首先呢，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接警处置室。接警处置室呢，主要是如果发现自己被骗了，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打110，所有的电诈警情都会接到我们的这个处置区。
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通讯查控区，就是移动、电信、联通，我们的工作人员入驻在里面，对我们提供实时的通话支撑。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警情研判区，就是我们接到了警情以后呢，就会通过系统的方式推送给这边的民警，那么民警就会对案件进行一个研判呐、止付啊。这边呢是资金查控区，其实都是我们的银行，就是资金呢进行一个查询冻结。今天呢，主要带大家就是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综合处置区。这个屏幕上显示的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数据。那个下面的饼状图就是我们目前接收到的警情进行了一个诈骗类型的这样一个分类。这是今天的数据吗？对，这是今天的数据。现在最多的是刷单返利，比如说抖音点赞啊，给你返钱啊，其实这些都是骗子。还有那边有一个预警的一个总数量，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接到了114起的预警。现在长沙市反诈中心每天平均是可以接到800条预警，这些预警都需要我们呢进行一个处置。预警劝阻的处置呢有电话劝阻、短信劝阻，还有一个上门劝阻。就是因为我们也想加强一下这种反诈意识，然后就是想体验一下你们这个劝阻员的工作。先告诉大家啊，就是劝阻可能需要非常好的耐心，还有需要非常强的抗压能力，你们有没有准备好？有，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可以一起体验一下。好，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发放我们反诈中心的工作服，然后你们就可以正式上岗啦。好了，谢谢。好，谢谢，加油哦！好，责任感和使命感。喂，你好，这里是长沙市反诈。喂，你好，这里是长沙市反诈中心。长沙市反诈中心。对，今天你全部扣了，你有个这个。对，下1个月之后，他们注册了之后，然后他就说骗子打电话过来，电话卡，喂，你好，这里是长沙市反诈中心。干什么了？您之前是不是接到一个这个诈骗电话呀？接到什么诈骗电话了？有关这个投资理财的。我天天投资理财啊。有没有下载哪些投资理财的 APP 啊？我手机上面都是投资理财的 APP， 关你什么事了？我怎么了啦？我又没犯法，又没怎么样。没有说您犯法，主要是看到，这边您应该是接到了一些诈骗电话，想要提醒。懒得跟你讲，你瞎的什么鬼了？要你操什么心？我上午还提了线啊。还提了线是吧？怎么了嘛？别再打电话过来了。是这样，没关系，就这个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也不要那个什么。好，没事，我再跟他打。你在这吵死啊！老子打电话过来。你好，这是长沙市反诈中心，我们。你滚蛋！我们是，先生，您好。我去看一下他下载的 APP 叫什么，我看后台能不能看到，好不好？行。然后你别着急了。好，我不着急。怎么办嘞？好用嘞！我其实心里还是会受一些影响，当时就比较有一点慌张，但是我想还是要保持冷静，要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去跟他去交流。如果我也变得着急的话，可能气场会比较弱，就会被他带着跑。他下载的 APP 叫做金牛国际。金牛国际。对，这个 APP 是个假的，你直接问他，你说是不是下载了一个叫金牛国际的如果他不承认，你就要凶一点了，你就不能这么温和了。没关系，你再打。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好，我没有别。你到底要干什么？您先别激动哈，我没有别的意思。您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哈？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您下载那个 APP 是不是叫做金牛国际的一个 APP 啊？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们上午已经接到报警了，这个 APP 是假的，已经有其他的受害人，受害的金额很大。好的了。基本上是100万元以上，这是骗子的套路。他们什么套路了？我今天提了现在什么套路了？你告诉我，你不要挡我的财路好不好？你不要在这打扰我，行不行？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在是在提醒你啊，你麻烦你还是配合一下，我们是为你好，好吧？我凭什么相信你是公安局的呢？
我是用96110的电话打给你的呀，96110是全国唯一的劝阻专线，这个你应该知道的呀。我知道你曾经加了一个投资理财群，对吧？然后这个群里面有导师，还有很多的学员，然后他们也晒了这个盈利的截图，是不是？你当时投了多少钱？我当时投了5000块钱啊，赚了500块钱啊。你觉得如果有这么好的赚钱方式，他会告诉你吗？他不会自己闷声发财吗？你现在做什么工作能够这么快的时间投5000，马上赚500%10%的收益？那你告诉我，我也来一起参加。这是他们的套路，小额投入的时候，他一定会让你尝到甜头，发现没办法提现，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你明白吗？我看一下喽。你告诉我，你现在还接着往里投钱了吗？我准备了50万在这里啊。你准备了50万是吧？那就麻烦你啊，你千万不要往里面投钱，这个是假的。你可以到那个网上去搜索一下虚假投资平台的诈骗，他们的这种作案的手法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是不是跟你曾经遭遇的是一样的？好了，我等一下去看一下了。千万不要再往里投钱了，你最好是把这个叫什么金牛国际的这个 APP 赶快删掉。好。您下载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没有啊。建议您还是下载一个，因为这个软件呢可以帮您预警这些欺骗和诈骗行为。好。好的，再见。没关系，再见。可以啊，50万哎，吓死了。可以，不错。哇，可以啊，50万。50万嘞。如果发生了50万，那就流失了，就也很可怕，也是想抱着去帮助他的一个心态。对，其实通过翟老师当时在电话旁边对我的引导，包括和这个受害者的一个交流，我其实感受就是翟老师，首先他的思维逻辑很清晰，他知道如何去引导对方，告诉对方已经上当受骗，然后其次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和措施，软硬并施，去跟对方进行沟通和交流。喂，你好。喂。哎，你好，这里是长沙反诈中心，您刚刚是不是接到诈骗电话了？是的。你有给他转任何钱吗？转。你转了是吧？他说他是谁啊？你给他转钱啊？你好。你给他转了多少钱？17000多。你是遇到诈骗了？你现在我告诉你，你反应过来了吧？喂。有办法吗？还有希望吗？有的，您现在情绪不要激动啊，有的，您先去报个警好吗？相信警察吧，你去打个110电话好不好？再快一点，你刚刚给他刚刚结束了是吧？3点20。我中间要别人给我报了警。先配合警察工作好吗？好，再见。没有，他哭了。他就是被骗了是吗？他刚刚转的，这就刚刚转的呀。你看，就刚刚，应该可以结的。我看一下这个，他没有银行卡号啊。让他报警嘛，让警察去。然后我当时就是稍稍有点自责，就是我如果再快一点，就再打的话，可能因为他哭了，我也很难过。就是我当时听他哭，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就过意不去。叫我如果再快一点，我就可能就是拦截到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警官可能每天都有面对这种自责的时候，对吧？他们可能每天也碰到很多就是被人不理解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劝阻员就是同时间赛跑的人。喂，你好。这边是不是有遭遇过网络诈骗？我这边是长沙市反诈中心。你问他接。您是公安局的。对。刚刚打我电话说他也是公安局的，我应该相信谁啊？刚刚那个警官他也把他的名字、他的工作职责和警官号都告诉我了，跟我说不要相信任何人。怎么了？是这样，就是他是接到我们第2个电话，第1个电话说他也是警察，然后他说他把他的警员号都报出来了，他说叫他不要相信任何人。更加有可能是骗子，你再接着打个电话，直接用免提，再拨通。
你说反追踪是？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还是没人接吗？出来一下挂单吧。当时翟警官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觉得他可能要给这个骗子转钱了。开始通了，然后他又不接。177，你去拿一下挂单吧。应该要去电信那边搞一下了，拦截一下。看一下。他是把我们这个手机号拉黑了是吧？对，这个号码是跟他联系的比较多的，就打这个电话，我问他跟这个人认不认识。喂，哎，你好，我是长沙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你认不认识一个电话号码是177？我认识啊，有什么事吗？请问你是他什么人啊？我是他妹妹啊。你是他妹妹是吧？哦，是这样的，我们发现他有可能正在遭受那个冒充公检法诈骗，然后之前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接到过这种公安局给他打的电话，那个电话是骗子打的，但是现在的话，我再打他电话已经关机了，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他。知道他住在哪里？你知道他住在哪里是吧？我要告诉你们是吗？告诉我一下，你告诉我一下。在。好，保持联系啊，好吧？好，拜拜。哪个派出所？我去查一下吧。有可能啊，我先查一下吧。东警是吧？那你赶快打110到邻区打110，然后派警了。你们俩去吧，我跟东警那边联系一下，不知道他有没有被骗啊？这个。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我们得快一点。马上上车吧。盯着被害人紧急牵走警警，现在取警。长沙市公安局的。我这是讲什么事？我怎么知道？别着急，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别怕。看我证件，你现在有没有转了钱出去，或者是把你的密码、账号告诉别人了？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还是没人接吗？出来一下挂单吧。当时翟警官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觉得他可能要给这个骗子转钱了。哪个派出所？东警是吧？那你赶快打110到邻区打110，然后派警了。你们俩去吧，我跟东警那边联系一下。这里就是我们得快一点。马上上车吧。2021年9月15号下午6点10分，盯着被害人紧急牵走警警，现在取警。我们这边刚刚是一直联系不上他，把我们那个96110的号码给拉黑了。是吧？是说我已经跟他发了一个信息，发个短信给他。我也跟他讲了。要他信，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卷账，对，千万不能卷账。我讲我马上就到。你好，长沙市公安局的，长沙市公安局登记派出所的，有吗？哦，你好，我这是讲什么事？我刚了。哎，没，你别着急，我们是公安局的，别着急，不要担心，我看我证件，你别着急了。那我们有事帮你，我们是来保护你的。看，这是我证件。你别怕。对，你别怕。我是东京派出所的所长，好吧？您相信我。但是那边有警察打我电话。打电话你不相信你嘛？行冷静，我来跟你解释。就是我们给您打的电话。对。请开门，好吧？让我进来，好不好？你别担心，别害怕。不要担心，好吧？对。是该你，我先请问你一下，刚才你是不是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公安局的？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你行冷静下来，你心情做了，好不好？别着急，不要担心了。哇，你给我的举些么子人啊？就我觉得过的。你是站局觉得过的还是走局的？走得过的。你叫什么名字？张。您的电话？1777。对，没错。是的，就是这个号码。好，请问你手机是开机的还是关机的？我现在飞行模式。
飞行模式啊，是别个要你打的飞行模式，还是你自己自动把它打的？是那边干事公安局的，要我搞这些飞行模式。哦，你现在有没有转了钱出去，或者是把你的密码账号告诉别人了？还没有。还没有，那就最好。你有点任何链接吗？那今天没问题。还没有啊。都没有点任何链接。你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那太好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我们公安机关有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方法。你的手机开始又打不通的时候，我们就通过情报分析找到了您的妹妹，然后她就告诉我们你住在这个地方，我们赶快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来给你劝阻。现在相信我们了吗？对，你看我有警号，穿制服，我还给您看了证件。这个可以相信了吧？有安全感了没有？所以按规矩的话，我还是要看一下你的手机，看里面的信那个有没有转账成功啊一些的。是的，是的。你没有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吗？好像没有安装。我们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下载这个国家反诈 APP 啊。这个是电信，你先不要紧张喽，好吧？头是晕的，真的。要劝阻成功了，你的财产没有损失，就不要担心了，真的。他说的很像，他的名字啊、警官号什么都跟我讲了。警察他不会打电话叫你怎么样，肯定是要现场来。比如说你就算有违法行为，那就不是这样打个电话叫你怎么样，那是要上门来的。他打的是很像的，正好你不要轻易相信。身份证掉了。再说还有一点，你心里真正没有鬼，没有违法犯罪，你就要有底气，别怕。鬼肯定没有，我是吗？担心。所以你不要怕嘛。他说怕什么逮捕的什么，我担心如果真的把我抓去，我肯定是没有。那都是在晚上的话，我这小孩怎么办？心情平复一下，没有关系，没事情了。那你刚刚有没有下载？听他们的话下载了什么东西？他们是说要我找到一个有 WiFi 的地方，然后他们有个 QQ 号。他是不是还说要你找到一个小宾馆，不要跟外界联系，根本就找不到你，那就是。所以幸亏你没听他的。也幸亏早一步。刚准备出去，我这里犹豫去不去，我都在这里。那你幸亏没去，不然损失就大了。如果以后遇到这个事情，你要去也是去当地的派出所去核实，对，而不是去银行给他转钱。我都不知道怎么写这些东西。别急了，你慢慢急，我来，教他搞，慢点搞。这里有一个 APP 的这个自查 APP， 就看你手机里面有没有这个涉诈的 APP， 你可以这个地方要打，已经那个对，都现在就可以检测一下。我们有一句土的话，不是自己的钱不要，我心里没有犯错，没有犯罪，我也不相信你，就不会被骗。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他太愚蠢了。没事的，没事，成功就好，好吧。好了，好了，谢谢啊！太好了！我觉得每次在这种去劝阻的这个车上，心都是提起来的，对吧？是的。直到他说出我没有被骗，那个心才放下来。是的，是这样子，那就一块石头就落下地了。你像我存警26年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警察这个职业已经是事业了，其实。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真正像这种，我们能够劝阻成功，能够帮老百姓及时的止损，我觉得还是有成就感的。这是我心里话。好帅！你们才大学毕业啊？喜欢当警察不？小时候想，我高中的时候想当兵。你知道我读大学的时候怎么填志愿吗？我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第二志愿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第三志愿是湖南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第4志愿是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真的那时候是这样的，就这么想。是的，我是90年代初的大学生，有情怀的警察。其实男孩子一般都有当警察、当兵的心愿的，小时候都有，真的有，是吧？会的，觉得特别帅。我觉得当警察、当兵都是一种家国情怀，还是对。我觉得有所长这种特别有责任使命感的人在，我觉得社会真的安全很多，包括我们自己也感受到这种安全感和亲切。对，他是真的是那种把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做好的那种，而且做好了就会特别开心。对，他真的是开心。翟警官，辛苦了。我们只要晚一步，他就要出门去转让了。
还好劝阻成功了。我觉得是我们4个干的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对，刚刚觉得吃饭的时候都得快一点，因为觉得真的就是时间在流逝，因为它一直在变，而且那个东西等不了。你等了晚一点再打过去，那边的情况瞬息万变。我今天下午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那边诈骗的人员正在给他们打电话，而且一直在打。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打的话，那他先接的一定是那边说了什么，或者是他相信了什么就不一样了。通过我们这一次天天向善小分队的向善行动，也是通过我们的视角，能够让大家了解劝阻员的日常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警员赤诚的那颗心，他们对于这个工作的认真的态度。我们今天这个任务完成的还可以吧？我觉得你们都非常非常的棒。今天一共的劝阻数截止到目前是891起，那么基本上都是从我们兄弟们上岗以后，一共接收了800多条这个预警信息。天天向上有一个集标的本子，翟警官能不能给我们盖个章？好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一句口号：全民行动，无诈新城。全民行动，无诈新城。元气森林，天天向上，待会儿见。元气森林，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冠名播出，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天天向上美育课堂开课啦！老师好。人的大脑在观看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调动了大概有35个神经的区域。就是及早的来学习艺术的话，会拥有一个更聪慧的大脑。泽林从小就学画画啊。这个好好啊！我小时候也是蜡笔、国画、素描都学了啊，真的。今天带来了自个儿作品吗？哇！另一个毕加索，另一个毕加索。这个猫太帅了，这个好细节啊！可以透光哦，你看那个血管，哎呀，这个做得好了。中国街画艺术第一人齐新华4次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长度是120米，世界上最大的3D 立体绘画，画到卫星上去了。哦，太酷了！如果大家想看我作品呢，可以拿着望远镜。3个空间之美的创造者。阿那亚呢，被称为中国最美的社区，全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给海上的渔民的孩子有个读书的地方。这个好。我是建筑师王俊宝，只要他出手包揽设计的幼儿园，就会被评为最美的幼儿园称号。难道房子就一定要方方正正吗？我们不应该固化孩子的思维。哎，这个好玩，这个好。一起感受创造美的乐趣。我天，一博的创作欲来了！我一博做这个神了，如果花钱我就买你这个。最容易、最简单的。哦，这堂哥太有创意了，这个。下周日晚10点，天天向上，带你在生活里探美，保证你美美哒。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变化多端，为提高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反电诈中心总结了5个5防天要点，供大家参考。5不信：1、未经核实不相信； 2、积分中奖不相信； 3、高额回报不相信； 4、退税返利不相信； 5、免费领取不相信。谨记凡事多核实，先确认。5不漏，5不转。每次转账之前，请先问问自己：谁要我转账？我转账给谁？我转账干什么？5不做，5慎接。远离电信网络诈骗，共建和谐平安家园。那么我们今天的天天安全课真的是受益匪浅啊！我们从各位警官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警察工作的不容易。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佳节了啊！正是因为有大家的守护，其实现在好多朋友都愿意到长沙来玩。我经常跟他们说，长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城市，好吃、好玩、好开心。但是还有一点，好安全。对，这个安全就来自于我们长沙市的公安干警，来自我们湖南省公安厅系统的所有的
公安干警，才形成了我们长沙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单是要感谢我们长沙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我们要向全国的公安干警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的美好生活因为有大家的护航，同时呢，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能够树立起这样的一个警惕之心，慎防电信网络诈骗。最后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独家冠名商元气森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元气森林零糖零脂零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